2020年7月，在英国利物浦的一家高端汽车经销展厅里，出现了不寻常的一幕：一对中年夫妻格拉汉姆和海瑟带着一位老人迪翁来买车。格拉汉姆坐上了一辆蓝色路虎，迪翁立刻爽快地把这辆车买了下来。用迪翁的话来说，这是送给格拉汉姆的礼物，弥补45年来对他的亏欠。接下来，迪翁再买下来一辆黑色宝马送给海瑟。迪翁84岁了，他坐在轮椅上，呼吸似乎沉重而缓慢，双腿覆盖着厚重的羊毛毯，整个人呈现出一种生理机能高度衰竭的状态。为什么这个年迈病重的老人如此慷慨地给这对夫妻送豪车，并且他们相识才仅仅2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吗？汽车销售人员很高兴如此轻松地完成了这笔销售，他们完全没有追问任何问题，把车钥匙递给了格拉汉姆和海瑟。夫妻2人都表现出非常惊喜，迪翁则是一脸欣慰的神情。但就像那句话所说的，所有命运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2辆新车的钥匙开启了一段极度曲折诡异的旅程，它是实现人生跨越的爽剧剧本，也是摧毁现实生活的致命毒药。那么格拉汉姆、海瑟夫妻和迪翁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一段旅程中，3人将各自拿到哪一款剧本呢？让我们目击这起真实案件。爽剧毒药。大家好，我是云奇，欢迎成为真实案件目击者。我们目击黑暗人性，可以更清醒生活。现在，让我们去到案件的发生地——英国伦敦。格拉汉姆·霍尼戈德有着非常不幸的童年。他出生于1974年11月26日，西德明斯特的一处英国军事基地。他的父亲詹姆士·霍德戈尼是一名驻德英军士兵。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消失了，因此他被送进了寄养系统，辗转在不同的寄养家庭中生活了2年时间。4岁的时候，他终于回到了英国，和生父詹姆士以及继母一起生活。詹姆士的性格非常暴躁，并且有长期酗酒的问题，他对格拉汉姆的肢体暴力行为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在格拉汉姆7岁的时候，詹姆士一脚踢在了他的头上，留下了一道终身可见的疤痕。格拉汉姆18岁的时候，他们再一次爆发了严重的肢体冲突。这一次，格拉汉姆决定不忍了，他离家出走，彻底切断了和詹姆士的关系，并将生活重心完全投向了事业发展。从这个决定开始，他的人生走上了上行轨道。1995年，21岁的格拉汉姆进入了西伦敦大学，攻读国际烹饪艺术管理学位。27岁时，他担任兰斯伯瑞酒店的饼屋总厨。之后，他获得了英国年度最佳饼屋厨师奖项。37岁时，他加入了唐茶苑集团，担任全球甜点总厨。2013年，他加盟了 BBC 的厨神节目，担任专业评委。电视节目的曝光使他成为了具有国家知名度的成功甜点师。格拉汉姆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但原生家庭给他的创伤和阴影，让他一直没有在感情生活中找到归宿。直到海瑟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海瑟是一名行政管理专家，也是格拉汉姆的甜点咨询公司 Smart Patisserie 的合伙人。他们在2018年正式确定了伴侣关系。2020年年初，海瑟怀孕了，格拉汉姆即将成为父亲。这个时候，他已经45岁了。新的篇章很快展开。2020年3月，正值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格拉汉姆的电子邮箱中忽然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人自称是他的母亲迪翁·玛丽·汉娜。格拉汉姆认为这是一个诈骗邮件，因为2个月前，他和海瑟尝试过在网络上寻找自己生母的信息，但是一无所获。很可能是那次搜索留下了痕迹，引来了诈骗团伙。但出于好奇心，他回复了这封邮件，以开玩笑的口吻提出了一些测试性的问题。令他惊讶的是，
再次发来的邮件中，对方不仅完全正确地回答了他的刁难性提问，还能精准描述1974年德国基地的往事，包括格拉汉姆生父的姓名以及他出生时的身体特征等等。如果是诈骗团伙，那么他们的手段也太高超了。格拉汉姆决定要和迪翁见面。2个月后，迪翁从新加坡飞到了英国利物浦。格拉汉姆带着怀孕的海瑟开车5个小时从伦敦赶来，在走进约定酒店后的那一瞬间，格拉汉姆就立刻确认了，迪翁就是自己寻找多年的母亲。跨越45年的重逢，两人都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但短暂的喜悦之后，迪翁给格拉汉姆带来一个震撼性的消息，他身患脑瘤和骨髓癌等多种疾病，医生已经宣告了他的生命将在6个月后终结。他决定把自己总价值高达数亿英镑的财产全留给格拉汉姆。癌症、6个月生命、数亿英镑的财产，这些信息量太密集、太震撼了，格拉汉姆都来不及消化。迪翁进一步向他解释，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文莱前苏丹的私生女。苏丹是在伊斯兰传统中一个国家的最高世俗统治者，同时也是宗教守护者，拥有着极大的权力。文莱皇室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皇室之一。迪翁虽然不被官方正式承认，但是他从来不缺少来自皇室的金钱。迪翁告诉格拉汉姆，他在2岁的时候被人强行带走，自己从来没有机会给过格拉汉姆爱和温暖，现在终于可以在走向人生终点前弥补对格拉汉姆的亲情亏欠。接下来的时间，迪翁拖着病重的身体不断往来于利物浦和伦敦，每一次见面他都给格拉汉姆买了大量的贵重礼物。从这个时候开始，格拉汉姆之前的逆袭人生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了，因为他可以凭借母亲将要留给他的巨额财产实现阶层跃升，这才是真正的逆袭爽剧。7月的时候，迪翁给格拉汉姆买下了那辆路虎车。为了不让海瑟感觉到被冷落，他给海瑟买下了黑色宝马。9月的时候，海瑟生下了一个男孩。而就在这个时候，迪翁发来了求助信息，他感觉身体异常痛苦，非常需要格拉汉姆的陪伴。甚至为了证明事态的真实和紧迫，迪翁发来了一张便血的照片。看着这张照片中刺眼的红色，格拉汉姆无比痛心，一边是需要照顾的母亲，一边是刚刚生产的妻子，怎么办呢？格拉汉姆决定把母亲迪翁接到家中居住，但是这个举动立刻引发了负面效应。迪翁和新出生的孩子非常亲密，但和海瑟的关系却降到了冰点。这一段糟糕的婆媳关系会影响到格拉汉姆的财产继承吗？幸好2个月后，迪翁决定和格拉汉姆去瑞士办理遗产相关文件的签署，这大概需要1周时间。期间，海瑟留在家中照顾刚出生的孩子。迪翁和格拉汉姆飞到了瑞士，他们入住了苏黎世多尔德大酒店，这是一家奢华5星级酒店，以城堡式的外观、米其林餐厅和极高的私密性闻名。在这里，迪翁为格拉汉姆庆祝了生日，两人度过了愉快的时光。2天后，迪翁在酒店里安排了格拉汉姆和他的律师以及银行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会面。格拉汉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命运即将发生巨变，他找来了定居在当地的好友胡安陪伴。迪翁对待胡安的态度非常友好，他甚至同意胡安参与文件签署的会议。那是一个深夜，迪翁、格拉汉姆、胡安以及律师等一行人来到了位于班霍夫大街的一家瑞士顶级的纯私人银行。他们经过了严密的保安检查，来到了楼上一个私密的办公室。房间里温暖舒适，陈设考究，空气里是昂贵皮革的味道。格拉汉姆会在这里签下文件，真正开始他的逆袭爽剧吗？当天晚上，格拉汉姆没有签下那份彻底改变人生的文件，原因是迪翁的资产遍布全球，规模极其庞大而复杂，一份关键文件没能按期从文莱送达。虽然没签文件，
但格拉汉姆的心里已经提前进入了逆袭爽剧，因为他亲身走进了宝盛银行总部的私人办公室，亲耳听到了银行家和律师对迪翁资产的细致讨论，亲眼看到了迪翁享受顶级香槟和米其林生活的画面。但由于银行反洗钱审查等原因，这趟苏黎世之行远远超过了原计划1周的时间。在伦敦家中照顾孩子的海瑟开始频繁催促格拉汉姆询问签署文件和返回伦敦的具体时间。他甚至对迪翁财产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格拉汉姆为了安抚海瑟，他不得不和迪翁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在这次交谈中，迪翁揭开了自己的伤疤。他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英国女性，在机缘巧合下和文莱前苏丹父亲展开了一段感情，并生下了迪翁。但在那之后，他的母亲发现这位前苏丹有着众多的情人。迪翁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被迫在不同国家之间漂泊生活，以此掩盖真实身份。他对这种生活极其反感，除了钱，他一无所有。但这种漂泊生活也塑造了他在商业领域极其敏锐的嗅觉。他借用从皇室得到的金钱支持，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帝国。80年代起，他开始投资东南亚和欧洲的房产以及大宗商品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功。迪翁还向格拉汉姆展示了他去第三世界国家帮助当地人的照片和视频，视频中的他非常亲和友好，怎么可能是个骗子呢？格拉汉姆把这次谈话告诉了海瑟，在他看来，迪翁经历了非同寻常的童年创伤，却能取得如此成就，简直就是重生爽剧。他希望海瑟能和他一样保持耐心。在等待签署文件的时间里，迪翁和格拉汉姆没有停止过极度奢华的生活。他带着格拉汉姆出入苏黎世的各类顶级餐厅与私人会所，不断和银行家进行小型的私人会面。他对格拉汉姆的朋友胡安表示要送他一套豪宅和一大笔钱，他们甚至一起去看了当地的几处豪宅。他的商务电话从来没有停过，他不断在电话中决策着众多生意。他甚至在奢华的巴鲁拉克酒店的私人酒廊中结识了正在寻找投资人的中国女孩俊彦。迪翁慷慨地决定对俊彦的项目投资，以250万法郎购买了20%的公司股份。在律师检查了合同文件之后，迪翁签下了那份合同。这些都让格拉汉姆确信他一定会签署那份改变一切的文件。但海瑟的耐心已经达到了临界点，他不再关心签署文件，只要求格拉汉姆必须立刻回到伦敦。迪翁对海瑟的态度非常不满，他直接表示海瑟是在试图控制格拉汉姆。夹在中间的格拉汉姆左右为难，但在苏黎世停留的时间确实太久了，已经整整过去了1个月。最终，格拉汉姆在圣诞节前夜回到了伦敦。这本来应该是他和海瑟修复关系的机会，但就在当天晚上，两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海瑟指责格拉汉姆不顾家庭，格拉汉姆认为海瑟无理取闹。在接下来的假期中，两人一直在争吵，他们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缝，甚至影响到了原定去新西兰探望海瑟家人的计划。同时，迪翁不断发消息给格拉汉姆，显示他的病情正在不断恶化。格拉汉姆在1月初再次前往苏黎世，海瑟则在愤怒中独自带着儿子去了新西兰。时间来到了1月底，格拉汉姆仍然在豪华酒店中等待签署文件。远在新西兰的海瑟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此时，距离迪翁所说的6个月的剩余生命期已经过去了很久。格拉汉姆终于承受不住压力，他在一个晚上偷偷地进入了迪翁的酒店房间，试图查找一些证据。他打开了迪翁的抽屉，竟然意外地发现里面有一瓶食用色素。这瓶色素的鲜红色触动了格拉汉姆的敏感神经。他想到海瑟生产的晚上，迪翁发来的那张病重便血的照片，难道那张照片是假的，是食用色素伪造的吗？难道迪翁的巨额财富也是假的，他的重生爽剧是虚构的吗？格拉汉姆的心重重地沉了下去，他没有再犹豫，直接拿着这瓶色素和迪翁进行了对峙。我们把目光暂时转向海瑟·卡纽克。他出生在加拿大，拥有深厚的行政管理背景，在高端服务业积累了超过15年的管理经验。迪翁出现之前，
两人的关系非常稳定。他不仅照顾格拉汉姆的生活，也是公司 Smart Patisserie 的实际运营者。用格拉汉姆的原话说，海瑟抚平了他过去一切伤痛。2020年，海瑟怀孕时已经40岁了，她是高龄产妇，怀孕和生产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就在她生下孩子之后，迪翁立即搬进了家中，这使得格拉汉姆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她和孩子，并且迪翁毫无缘由地一改之前的友好态度，不断对他进行各种挑剔和指责。海瑟没有和迪翁发生过正面冲突，他选择了隐忍和回避，这在迪翁口中却成了他疏离的表现。当格拉汉姆和迪翁第一次飞去瑞士时，海瑟感到了如释重负，他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但很快，一系列的变故让他的生活完全陷入了黑暗中。他发现格拉汉姆在出发前悄悄办理了多张信用卡，并且为迪翁办理了副卡。在苏黎世停留期间，两人共同的家庭账户中出现了多次的异常大额支出。海瑟惊慌地联系了格拉汉姆，追问这些资金的流向和用途。格拉汉姆解释说，签署财产文件需要提前支付必要的手续费和律师费用。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迪翁的财务流动受限，所以由他暂时垫付。格拉汉姆安慰海瑟，对比他即将继承的财产来说，这些钱是必要支出。海瑟是专业行政管理人员，这些话没能打消他的疑虑。他开始了深入调查，竟然发现格拉汉姆在支付苏黎世酒店的住宿等一系列奢华享受的费用，最高的单笔支出达到了2.5万英镑。海瑟再也无法容忍，他不断催促格拉汉姆回伦敦，直到圣诞节前夜，格拉汉姆才回到家。海瑟拿出账单和格拉汉姆核对，两人因此爆发了激烈争吵。海瑟认为格拉汉姆被迪翁洗脑了，格拉汉姆再次前往苏黎世，海瑟回到了新西兰。他继续深入调查，并通过社交网络联系上了在苏黎世的胡安。海瑟对胡安说出了自己的怀疑。意想不到的是，胡安竟然有同样的感受。一次在酒店享受着奢华下午茶的时候，格拉汉姆去了洗手间，迪翁忽然开口向他表示，财务中转出现了问题，让胡安暂时借给他一笔钱。胡安拒绝了这个请求，但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格拉汉姆，原因是不想破坏朋友终于找到母亲的喜悦感。这个故事进一步印证了海瑟的怀疑。他明确告诉胡安，格拉汉姆个人账户中的储蓄已经完全花完了。胡安非常震惊，他立即开始了行动，以朋友身份邀请格拉汉姆来到酒吧，说出了所有的疑点。格拉汉姆这才进入了迪翁的房间，发现了那瓶红色食用色素。格拉汉姆拿着色素质问迪翁，那张便血的照片是不是用这瓶色素伪造的？迪翁表现得极为轻松，他表示那是对格拉汉姆的测试。迪翁告诉格拉汉姆，如果你选择相信你的伴侣海瑟，你随时可以离开；如果你选择相信我，那就耐心等待签署文件。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就在那2天，迪翁对一家专门治疗癌症的医疗公司进行了6000万欧元的投资。这家公司的代表人是一个生活在德国多年的华裔彭。彭表示，作为回报，这家医疗公司将为迪翁提供免费的尖端癌症治疗服务。这动摇了格拉汉姆。如果迪翁没有患病，为什么要接受癌症治疗？如果他没有钱，怎么进行这项巨额的投资呢？格拉汉姆再次选择站到了迪翁这一边，把海瑟的怀疑和那瓶红色色素抛到了脑后。2021年2月的时候，文件还没有签署，迪翁和格拉汉姆回到了伦敦。迪翁再次展现了他的财力，租下了可以俯瞰泰晤士河景的豪华公寓，并邀请格拉汉姆的朋友来公寓参加了派对。海瑟这时却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在父母的协助下，对自己和格拉汉姆的财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核查，惊讶地发现债务已经累积到了15万英镑。而最后一记剧毒正是来自于那2辆车，路虎和宝马。原来在买车的时候，迪翁以信托还款的方式仅仅支付了非常少的前期款，而之后就再也没有履行过还款协议。利物浦汽车经销商正式发出了债务催收函，对象是直接签署协议的格拉汉姆。因此
格拉汉姆的债务一下飙升到了30万英镑。面对这份债务清单，海瑟确信迪翁是职业骗子。他在电话中告诉格拉汉姆，你要么证明迪翁是你的母亲并且财产真实，要么你就彻底破产并失去我和孩子。他将一个 DNA 采样包寄给了格拉汉姆。格拉汉姆知道自己深陷财务危机当中，已经无法再回避现实，只能要求迪翁进行亲缘检测。迪翁用各种理由推脱多次之后，最终在位于泰晤士河畔的那套豪华公寓中进行了采样。他是格拉汉姆的母亲，还是一个骗子？就在格拉汉姆焦急等待着 DNA 结果的时候，迪翁忽然再一次彻底消失了。关于迪翁的一切几乎都是假的。她不是84岁的文莱前苏丹的私生女，她没有患癌，更没有巨额的财产。她的真名叫特蕾莎·霍顿，1941年出生于印度，和格拉汉姆相认时79岁。她无数次变化姓名，曾用过的名字有玛丽汉娜、迪翁汉娜、迪翁玛丽汉娜、迪翁霍尼戈德等等，但不变的是她的身份，职业骗子，并且和文莱皇室没有任何关系。他在1982年因冒充他人身份进行财务盗窃，在英国被捕入狱，服刑了2年。之后，他取得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居住权，一生往来于欧洲和亚洲之间，进行各种类型的诈骗犯罪。最主要的手法可以说相当简单，用骗来的钱伪造出巨富身份，捕捉下一个受害者。海瑟在深入调查之后，发现了更多的受害者。对格拉汉姆行骗之前，迪翁刚刚从一个印度尼西亚商人阿吉克那里骗取了$41,000。他用的方式是号称可以为当地的穆斯林教徒提供更便宜的庆典朝圣行程。据阿吉克表示，和他同样的受害者可能有几百人之多。在苏黎世停留期间，迪翁签署的那2份投资合同没有发生任何实际的转账，他却以此为诱饵，让俊彦和彭送给他贵重礼物以及高达数十万英镑的现金。租住泰晤士河畔的那套顶级公寓，用的正是从彭那里骗来的钱。格拉汉姆在迪翁的骗局中，不仅将前半生打拼的积蓄全部清零，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但极为讽刺的是，这个骗局中有一件事情是真的， DNA 结果显示，迪翁真的是格拉汉姆的母亲。格拉汉姆被失散45年的亲生母亲诈骗了，这对于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个骗子在他2岁的时候抛弃了他，使得他在暴力阴影和没有任何情感支持的环境中长大。当他好不容易从黑暗中爬出来之后，人生被同一个人再次摧毁。那么，为什么迪翁会忽然间回到格拉汉姆的生活中，对他进行无情的诈骗呢？格拉汉姆回忆起和迪翁最初相认时，无意间看到了一张迪翁计划飞往曼谷，但因新冠疫情的封锁而取消的机票。很可能正是因为疫情封锁阻碍了迪翁的流窜，在缺少新的诈骗对象时，迪翁把目光瞄准了自己的亲人。令人惊讶的是，迪翁其实并不只有格拉汉姆这一个孩子，他还有另外2段婚姻和2个子女，他同样抛弃了他们。在这几个孩子中，格拉汉姆是知名甜点师，最容易联系上，也就成了迪翁的首选目标。更为荒唐的是，亲缘关系彻底封锁了格拉汉姆在英国法律系统下的求助之路，因为所有账单和信用卡的申请单上签下的都是格拉汉姆的名字，他无法证明自己受到了非法强迫。英国警方只能将事件定性为家庭成员间的财务纠纷。迪翁借此逃脱了英国法律系统，但因涉嫌一系列的跨国诈骗和洗钱案件，2024年在新加坡边境被警方逮捕。他将面临5项刑事指控。2年多的调查期间，针对他的指控从5项升级为惊人的39项，包括欺诈、伪造法律文件等重罪。今年4月，案件正式在新加坡开庭审理。我会持续关注和更新案件的进展。迪翁一生都活在纸醉金迷的重生爽剧中，他有没有感受过哪怕一刻的真实人生和情感？格拉汉姆以为自己拿到了阶层跃升的爽剧剧本，却走向了一场破灭。
海瑟，他经历了家庭的分崩离析，用尽全力挽救也无济于事，但他做了清醒的抉择。2022年，海瑟正式终止了和格拉汉姆的伴侣关系，他返回新西兰定居，以单身母亲的身份独立抚养孩子。在一次访问中，他表示自己已经原谅了格拉汉姆被骗这件事，但是他无法原谅格拉汉姆为了一个刚刚相识2个月的人，将他和孩子丢在家中不管不顾。未来他将专注照顾孩子健康成长，不会和格拉汉姆复合。我相信海瑟会活出大女主的人生剧本，也许有痛苦挣扎，也许不够爽，但足够真实。你觉得呢？感谢你看到这里，这是黑暗目击者频道的第20条影片。我要特别感谢每一位陪伴频道成长的朋友，谢谢有你们的观看、点赞、评论、交流和鼓励建议。我是目击者云奇，我会继续真诚地讲述真实罪案，让我们一起目击黑暗，清醒生活。下次再见。